那个时候我们是大概50千去 Kickstart 事业的。我第一个产品是 Eye Spray， 是一个护眼喷雾来的。我们主打的一个概念是预防剩女治疗。那时候我们大概用了200千去 launch 一个产品。200千。还请猛男来 launch 我的 Eye Serum 的不懂什么，然后就这样子就200千 over budget。这个算是我们第一个很大的坑。If you fail to plan, then you plan to fail.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我爸爸 bankrupt 是其中一个低谷，可是我从中真的是让我反弹的很快。你要嘛你就成长嘛，你要嘛你 just move on， 关难过关过咯，过了 you become stronger， 没有过 is okay， 我们就赶快的翻篇，不用太过于去纠结我要做对什么事情，我要做错什么事情。与其你这样子想，倒不如你先做，你有第一步你就会有第二步。本集节目由 Influence Engine 赞助播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Dorcas，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Dorcas， 然后我是96年的，所以我本身是做护眼品牌的，也就是 Pellucid。Pellucid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的。这样目前规模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团队没有很大啦，大概一个团队，我们是从运营啊、产品啊，整个 process 呢是大概有10个人以内样子。那么营业额呢？方便透露一下吗？目前为止，我们营业额是高达大概1.7到1.8 mil 这样子的。那么Dorcas，我很好奇啊，其实你的背景是什么？你大学是读什么呢？我是在 Taylor University 读的，然后我是主修 PR Marketing。然后其实我们是夫妻创业，所以我老公对我的老公是 pharmacist， 他在 Monash 读的。这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创业这个想法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尝试很多新的事情，然后也很喜欢去做工啊那些，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了打工啊 freelance 啊，然后开始电商啊微商等等，就是 online 的 business。然后 at the same time 那个时候我也是家里 bankruptcy。对，我在面临 bankruptcy， 所以就导致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对，所以过后我就开始去尝试打工。我就发现到我不喜欢被绑住，不喜欢被人管住，然后我比较喜欢自己外面去 explore。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开始做一些 buff bomb 啊，开始去创业。对，然后我就发现，我也喜欢 marketing， 我也喜欢 branding， 我很好奇怎么样把一个死的东西变成活啊，怎么样把它卖出去。对，所以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领悟这一块了。所以大学时你一直在去 explore 不同的 ideas 啊。对，就是 try and error 啦。可是我很清楚懂，我是想要就是认识更多的人，然后 at the same time 我也想要学习的更多。所以你 try and error 多的话，你就会懂你想要进的领域跟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护眼这个赛道？你是看到什么机会吗？机会是一定有啦 ，OK，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 MCO 的时候做电商的，所以我身边的人都是做微商，然后我们都是用电话找吃的。During that period， 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啊，很多都有眼睛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看直播嘛，直播 TikTok 一直在买东西。所以就导致有眼睛红啊、干的问题。好像我现在我是做 LASIK 的，当时候我是穿隐形眼镜，所以就很多这些眼睛的问题。所以我就发现到，可能这个可以做，对，所以就从那边就有这个 spark 这样子。就是大概 COVID 的时候了。对 COVID 的时候。那么当时去 start up 这一个Pellucid 的，当时你的启动资金是大概多少呢？这个就要谢谢我的老公了，对，因为老公就是 provide 这个资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大概50千这样子去 kickstart 这个事业的。那么你是怎样去开始的呢？你一开始第一个产品是什么？我第一个产品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啦，也是就是我们的 Pellucid Plus Eye Spray， 是一个护眼喷雾来的。护眼喷雾为什么呢？我们做喷雾是因为其实我们是想要 bring out 的是打造一个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就发现到，如果我们买那一种眼药水的话，它是有分的，就是可能你干眼睛一罐，然后或者你穿隐形眼镜又另外一罐，然后它滴的次数也有限，而且它是有化学跟防腐剂。所以我就想说why not 出一个产品是你日常你 daily 都可以用，就像我们护肤这样，你每一天用都不会有负担。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护眼喷雾。所以为什么是喷雾呢？也是有原因的啦，就是每一个 concept 都有它的背后的原因。喷雾是因为好像眼睛，其实我们眼睛周围都有 collagen， 所以我们做喷雾型的话，我们是从外到内去照顾跟保养。所以 at the same time 就是
男女老少、小孩子、大人、老人家都可以用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推出了这个spray 啊，这个喷雾了。这样一开始的业绩怎样？一开始的业绩其实是挺不错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带团队的嘛，我是微商起家的嘛，所以我就已经有一个销售团队，在帮我们去打这一个市场呀，所以是 not bad， 大概每一个月都有一个6位数这样子。一开始就这样子。一开始对，那个时候是你说微商的模式。对，以微商的模式就是跑团队啊，然后就是有代理加入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现在呢？现在的话，我们就代理是其中一个渠道，说我们比较 focus 在去 build up 整个 brand 的那一个信任度跟整个 branding， 所以我们是直营，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不同的渠道，好像我们可以 website 啊，我们有客服啊，我们有 Shopee、Lazada， 还有线下，就是包括我们有进药行等等。像多哥，像你提到市场嘛，市场需求，像我们看，其实市场上也有其他的护眼的 solution， 那你们的跟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产品差异化最明显，其实是在技术上面的层面，就好像市场上有很多排毒产品嘛，对不对？我们身体需要排毒，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也是需要排毒的。第一的话，就是我们也是有跟 professor 啊，还有药剂师去合作，所以我们就研发了一个零防腐剂，没有化学药物，甚至是一家大小，就是小孩子、baby、老人家，甚至是宠物都可以用的。第三，我们就希望它可以成为大家的 daily essential， 就是你们每一天日常 every time 都可以去使用的一个护眼产品。讲到护眼产品，可能很多人心里会觉得有一点疑问呢、像你刚才提到嘛，它的作用，这样其实它是真的有效吗？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顾客一开始我们推出的时候，也是大家都会问，真的可以喷的吗？真的有效吗？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眼睛？同时，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性用已经习惯性滴眼药水了，所以其实我们主打的一个概念是预防胜于治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要等到眼睛真的要拉尿，然后才去找眼科医生。所以但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几年在做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教育市场，就是给他们知道为什么喷雾是适合的，为什么是 Pellucid， 甚至是除了眼药水这个选择，你们还有新的选择，也就是我们的 Pellucid 护眼喷雾。怎样喷呢？那个 spray？其实我们是直接就是开住眼睛，就是往上看，直接喷，它就会从你的眼睛去 absorb 进去了的啊。可是很多顾客也会很怕，就是这样子我喷的时候我会关眼睛的会不会帮助到？它是绝对可以的，就好像我们擦护肤品，你不用切开你的肉来擦的嘛，对不对？So it's the same concept， 就是你一样，你喷，你让它从你的眼周去吸收，它就会从外到内去滋润跟帮你的眼睛。And also 这个就是那一个差别 from 滴眼药水。眼药水的话，就是你直接滴进去眼睛嘛，就是你的眼珠里面，而且他们就是有化学药物啊等等。可是我们没有说眼药水不好啊，因为我们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比较针对性的，可能针对性在于你割了眼膜啊，白内障后要去滴啊去修复，或者是你做了雷击后要去修复，我们还是需要用到眼药水的。所以Pellucid的话，我们是一个日常的产品，所以就是我们人很常用电子产品嘛，就是可能会突然间干痒红肿，你不懂它怎么突然间红，或者突然间生把浆啊等等，你就可以直接用 Pellucid Plus 去帮助很快的去修复，它就是日常到你每一天你 anytime 你都可以用的那一种。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可以帮助防蓝光的，好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已经很多的电子产品。所以它可以帮助防蓝光，同时之间也是可以非常方便携带，可能观众很难想象，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有一瓶啦，我觉得我可以直接示范给你看，它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你就是直接翻个白眼这样子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呀，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然后你每一天都可以去用。那么多哥，接下来我们聊一些关于创业的一些坑和经验，给一些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真正创业的朋友一些参考啊。那么多哥，像你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踩过这样的一些坑吗？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 ，OK。But then 我觉得这些坑都是我自己认知造成的。For example， 好像我本身是做电商、微商的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focus on social media。What you need to do is exposure 曝光，所以就导致后来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太过放大 branding 这一块，导致 over budget。
So by right as a 创办人，其实我们应该要退一步看全体，包括资源分配啊，包括资金分配啊等等，而不是一个头就是只是专做 branding exposure 这一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 over budget， 非常的 over budget， 因为不懂得分配那个资金，所以我们做的一些举动都是很难去 measure 的。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你有没有做错哪一些这样的一些决策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有 OK，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出来创业嘛，然后我是属于比较很多 idea 的类型，就是你有 idea 你就很想要立刻去做，你不管多少钱你就要做吧，反正就是要把这个 idea 执行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 launch 我们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们的 eye serum， 然后那时候我们大概用了200千去 launch 一个产品，200千，对，所以也是非常的 over budget。然后这个地方做错的点就是在于我们那个时候的 launching 是我们花了很多钱在请 event 的人去 set up 啊，甚至是我还请猛男来launch 我的 IC， 我都不懂怎么，我还请猛男，然后就就200千，然后 without any measurement 就导致我们 forecast 的 sales 没有遇到我们要的 sales， 所以就这个算是我们第一个洞，对，我们第一个很大的坑。你比较惨痛的一个教训呢。So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领悟到一个东西，就是不是所有钱先花了就对了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 measurement。过后我们就调整了自己，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系统，就是 OGSM， 就是有objective goal strategy 还有 measurement， 就是我们每做一个 campaign， 每做一个决定都是有方向，都是有 measurement， 都是有规划，都是有计划的。像多哥，像一开始到现在，像你做到现在的成绩，你觉得你做对了哪一些事情呢？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在专注解决市场的痛点，然后 especially 我们做护眼的这个领域，我们也不是因为跟风而去推出产品 ，OK， 而是真正去花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在教育这个市场，让他们看到这个需求。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经过那个惨痛的经历后，我们就开始系统化我们的公司。虽然我们公司不大，可能就是10个人以内，可是我觉得该有的一些 SOP，该有的一些系统化的思维还是要有的，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加理智的去做每一个决策。这样你是96年对吗？你是95后，那么你觉得在你看来啦，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最常犯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年轻人他们一开始想要创业的这个念头，他们就 OK 我就要去做，可是他没有去思考他们有没有一些创业的条件啊，该有的一些模式等等。因为对我来说 if you fail to plan then you plan to fail， 所以不是说你有产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要当一个创办人，或者就是我有股东要投资我，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创办人，而是你要问你自己，你的 planning 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让你手上的这一个产品真正卖得出去，或者你整个的公司的规划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啦，就是这个 measurement 是非常的重要的。讲到营销啊，讲到品牌，像你前面提到嘛，在你做错的第一个坑是在品牌上做了太多的 budget。像在于品牌来说了，现在你们的品牌定位是怎样呢？For Pelusian 的话，对我们也是很专注在产品的专业化，可是我们更专注在的是我们与顾客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做营销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做那种打很多的网红啊等等，我们都是从顾客的 feedback 开始。So for 我们的品牌的话呢，我们强调的是人性化、生活化、价值化这一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不是以过度的包装或者是非常浮夸的广告去跟顾客有更多的连接，而是真正透过我们的产品跟我们所做的一些活动等等，去跟顾客有一定的深度的连接。So 当大家在做品牌的时候，你们可以思考一个点，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做的是一个爆品，而是如何持续性的跟我们的客户群有连接和进入他们的生活。那么多个有没有什么是你创业一开始其实你不知道，近期才开始领悟的吗？
我觉得是人跟钱怎么样去分配好。说for人的话，好像我们的员工只有10个人以内嘛，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怎么样好好的善用每一个人的擅长的地方，所以就可以把他们放在对的岗位，让我们的公司在少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业绩跟我们要的整个公司的整个运营。至于钱的话，就刚才我说了嘛，踩了很多坑后，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更系统化的去让钱可以花在刀刃上。然后 at the same time， 好像我之前我是属于要么疯狂工作，要么完全不工作，然后就是很 zen 的那一种。So 近年来我们就公司就是有一个文化，就是学会怎么样的 work life and thing。因为我们的公司是那种 office 那种house office 来的，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当工作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是可以从中找到更多乐趣跟灵感的。所以就我们有这个 work life entertainment 的这一个文化，对。就与其讲说去分开了工作啊生活，把它融在一起会比较合适。对，我就希望我的每一个员工，包括我们创办人本身，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去找更多的灵感，因为我们毕竟怎么样都好，我们都是在管理人，同时我们是在做人的生意，我们又想要跟顾客有更多的连接，所以我觉得怎么样都好，你一定要回到你的生活去感受你的生活，你才可以带出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像卢克斯你讲到品牌了，对于一些听众来说，可能他们现在刚刚想要创建自己的一个品牌，那么对于这群人来说，你有什么比较可以 workable 的一些建议给他们吗？我觉得现在包括我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人问我意见，就是我要不要做这个，我要不要做那一个？可是大家呢，就是看小红书，可能做这个很爆赚钱，或者是他经营 Shopee 很爆赚钱。可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你还是要回到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创业这个品牌？你要带给观众、你的顾客群的价值是什么？然后你的长期的 planning 是什么？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市场去影响，就是很跟风的去想要做这个就做那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就你要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品牌要带出什么了，而不是被市场来去影响。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个人的一些经历了。那么Dorcas从小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同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我够自私。例如好像我可以讲一讲，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刚才我有提到我爸爸 bankrupt 嘛，所以那个时候，而且我读的是 Taylor's， 所以我的大学是很花天酒地的一个地方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 news 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懂我的决定是什么。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那种我也是很爱 explore。对，所以我就真的是到处去玩等等。Until that day when 我爸跟我讲他 bankrupt 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懂 OK， 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开始去打工啊，开始去赚钱等等。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弟弟跟妹妹，所以应该这样子说，就是我没有那么容易被情绪勒索跟绑架，同时间我也很清楚懂我当下我遇到什么情况，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就是包括我的同学也觉得，怎么你突然间抽离我们这整个 gang 啊？其实对我来讲，我现在我很懂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身边的人事物是很难可以影响到我要做的决定的。我是一个很快可以看到问题，很快可以直接找解决方案，也不会内耗的一个人。这样子的话，对我的整个创业啊，甚至是我的成长啊，也会比较的快。所以我的复盘能力也很快。其实那一个阶段算是你人生中的低谷吗？我觉得我不会特地去定义人生中的一些低谷，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你都会经历你该经历的，然后你都会从中去成长。所以可能当时候我爸爸 bankrupt 是其中一个低谷，可是我从中真的是让我反弹的很快，就让我成长的很快。对我来说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所以只要我们去正视这个低谷，
然后很快的看到问题，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中去成长。 Focus on 去 finding solution 啊。 Yes, finding solution。 那么 along the way go through 这样子的这些阶段啊，遇到挫折啊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些习惯是你觉得帮助很大的吗？我觉得这2年来我培养有一个习惯，就是写感恩日记。因为很多时候人往往会很习惯性的往坏事情去看，所以我就 kick out这个习惯后，我就even连最小的事情啊，就是早上醒来可以呼吸的那一刻，我都会写进去，甚至是今天可以大便，我都会写进去或者是对，就这些小小细节我都会写进去。So 好像今年是我写的第2年嘛，然后我就会开始写更多细节，包括哇，今天有贵人怎么样帮我很多细节这样子。Right at the same time， 第二就是我怎么样去直视我内心最黑暗的那一面，就是在写journal的时候，就因为我是 social media 的人嘛，我一来都是经营着个人 IP 啊等等，多多少少你说不影响是假的，因为你看很多，所以包括我自己也是。所以刚才我说嘛，我很快可以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把我自己拉回来，这就是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写 journal 这个习惯。我的 journal 是仔细到我会把我嫉妒的人都写进去的那一种，因为我要去面对他。对，可能我记住这个人，这么他比我有钱，这么比我先买手表，比我先买包等等，我每一个细节我都会去很仔细的写出来，这样子我就可以去直视他，然后我可以真正去懂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态，然后很快的站回起来。对 journaling 呢那个习惯，这个你是去年开始有吗？去年。其实在你写东西的时候，这个很多听众他们其实也可以去 pick up 这一个习惯啊，它不一定是一本 journal， 可能是在于 let's say 你跟 ChatGPT 讲话也好，因为当你去 form 你的 question 的时候，去写下来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思考过程。现在在想，原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原来我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所以要帮你去自己跟自己整理你的思绪，自己跟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沟通啊，自我沟通。对，这个很好。对，我的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因为 ChatGPT 有 WhatsApp 你懂吗？所以他们很常跟 ChatGPT 在 WhatsApp 就是去聊天，去把自己在生活上面对的事情去跟他讲，这个也是 part of 去疏解你压力跟整理你思绪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挺不错的。这样除了这个习惯啊，这样多个你有看书的习惯吗？我本身除了看书以外，我也是有听一些 podcast 啊，就是叮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包括看书 podcast， 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我没有特定去局限于要推荐什么书啊，或者推荐什么 podcast 等等。我觉得反而是如果你当下遇到一些问题，你可以尝试去书店走一走。我有这个习惯了，就是可能当下我可能我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我讲了出来还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我写了出来还是没有解决，我就会宁愿放空，我去一个书店随便找一本书，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我随便翻里面看他要跟我说什么。对，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我相信这种宇宙能量的东西，所以可能 at the same time，刚好这一句话它是让你立刻可以领悟到，然后开解你当下的疑惑的。包括可能podcast 有时候我懂，我有几个 podcast 我会听的，所以有时候我卡的时候我就会随意滑，然后我就 stop， 然后我就直接按进去听。对，我还蛮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蛮随缘的方式来看，到底这个世界要给我答案是什么，来解开我的疑惑。那么这个方式啊，或者是在你生活上的交流上，有没有某一个建议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吗？建议啊，我觉得一直我相信的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 be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这一句话，就是我从我毕业后我一直都有这一个观念到现在。因为我觉得人不要去局限自己，因为我们是多元化的，所以包括好像我身边也是有很多创业的甚至是打工的等等，现在都很多元化。你问你打工，你也可以有一些 side income， 你也可以去经营小红书等等。
然后包括就算你可能你做这一个很大的企业，可是你也可以，可能你很有兴趣，喜欢唱歌等等，你也想要去kickstart，你想要去做一个驻唱 ，just go ahead。我觉得不要被框住，就好像虽然我是创办人，我是做护眼的，可是谁说我不能开咖啡馆？你懂吗？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去 explore。所以我觉得就像对我来说，世界就是我的舞台，所以我们的灵感啊，我们的想法啊，其实我们看到可能这个人给你的一个解决方案，它不只是只有这样而已，我们就是去 explore， 就是 go ahead 去敢敢的去 explore 这个世界要带给你的讯息是什么。这样Lucas像我们很多听众啊，他不是20多岁的一些朋友了，这样Lucas你是96年29岁29岁对。这样以你的经验来说啊，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30岁之前就应该要搞懂的吗？我觉得我们这一生都会搞不懂很多东西，就好像我们老了后你都会在想 ，OK， 我要火葬还是土葬诶？你懂吗？我们在临死的那一刻都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哇，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要等我的孩子来，所以我才能够死，所以他没有特定的一个年龄说，要搞懂一些东西。反正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纠结于什么年龄需要搞懂一些东西。Why not we just follow the flow？ 我们看当下它要带给你什么，你要嘛你就成长嘛，你要嘛你 just move on。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更加的活在当下，更加活在当下，然后就算有问题来，我们就看怎么样关难过关过咯，过了 you become stronger， 没有过 is okay， 我们就赶快的翻篇。对，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啦。focus on 当下 explore 去接下去复盘这些东西，看自己能成长多少。对。那么有没有一些思维，你觉得如果年轻人他可以提早培养起来，可以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的吗？该走的弯路你还是会走。是，所以因为可能现在的我们现在是速食时代啊，很多东西要快，所以我没有特别建议说让他们少走弯路，因为我觉得你要走的坑你一定会需要去走，你该走的弯路一个都不会少。That's why 每一个人才会有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m,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于去纠结于 OK 我要做对什么事情，我要做错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与其你这样子想，倒不如你先做，你有第一步你就会有第二步，如果第3步做错了后 is OK， 再走第4步咯， eventually 你会找到你要的方向。这是我给年轻人的一个小小的不是建议的建议。所以那个思维末来是不要被那个框架 frame 着了，对，不要讲说一定要有怎样才可以做。因为很多人很怕做错，可是对我来说我们要可能换一个思维去想吧，倒不如你先做，you just try and error， 其实你 try and error 越多次，你会更加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会成长的更快速。所以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困难的话，它就是一个困难哦。可是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挑战 and then you can get over it， then 它就是对你是最大的收获的。不管你遇到什么挑战，到头来收获还是你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要保持这样子一个思维，这样子你才不会局限你自己。然后你会更勇敢的踏出第一步。这个很好，让我想起一句话是 fail faster 了，你能够失败的越快，你复盘的越快。对，我认同。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呢，如果说我们讲马来西亚的大环境里面，在接下来2-3年会不会有一些市场的缺口是你发现到maybe年轻人他们可以关注的吗？我觉得如果关注到的话，我就不会讲了，我会自己做些没有啦。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好处是我们有很多资源，然后我们不像以前我们父母啊或者我们阿公阿嬷的年代啊需要去可能发报纸啊，还是要一个个扣啊才找到资源。其实现在大家都有这个共赢的这一个思想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反而是要保持对市场的一个敏锐度，就是 back to 刚才我讲的，就是打开你的视野，然后去培养对市场的敏锐度 ，eventually 你就会看到那一个缺口，然后你就 just start， 可以的话就做咯，不可以的话就 next 咯。对我讲就是这样。对对对，也毕竟不是所有的那一些缺口都是适合你的啦。是，可是以前就是房地产保险啊，然后我就是刚好不是那个年代啊，然后刚好我就 miss 了啊，那个缺口就是不适合我啊。反正我就是微商的那个年代，所以我觉得保持敏锐度很重要啦。处处有机会了，处处有机会，都是看我们的 perspective 怎么样去看。那么多个最后了，有些年轻人可能他现在正处于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可能有一些迷茫，不知道接下来那一步应该要怎么走。那么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Just 做，当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做，你就先做 ，Just start， 就是开始。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 skill up 自己，就是准备好自己有的 skills， 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去进步，然后当有缺口的时候，你才可以更快更好的去把握机会。